大家好，我是 K 君。本期视频呢，我将给大家带来《天国拯救2》当中炼金系统的全攻略，让你能从入门到精通，彻底搞懂炼金机制，成为一个停不下来的药罐子。首先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根据已经学会的药剂配方来炼制药剂。这呢就需要介绍一下一个药剂的基本构成是什么，以及配方书应该怎么看。先来讲解一下药剂的构成，和前作呢一样，一个药剂是由基底和药材构成的。大部分的药剂呢，只要基底和药材正确就能制作出来，只不过品质会比较差。而通过正确的制备流程呢，则能制作出高品质的药剂。我们先来看看基底，这个呢就是类似我们化学上学的溶剂。这里呢可以插播一个题外话，其实炼金术这个 alchemy 就是现代的化学 chemistry 的前身，两者的关系十分紧密然后呢，我们说回到溶剂，在本作当中呢，药剂的基底一共有4种，分别呢是水、葡萄酒、油和烈酒。每一种药剂呢都只需要使用其中一个，不会有混合使用的需求。这些基底是玩家不需要自己准备的，每一个炼金台上面都有，可以无限使用。然后呢就是药材，每一种药剂呢都会要求一些特定的药材，这些药材呢都是能从野外采集的。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药剂师或者炼金术士那里买到。草药和食物一样都有新鲜度，会随着时间慢慢坏掉。新鲜度在40以下的草药呢，将会影响最终药剂的品质。当然了，草药呢也都可以在风干箱里面制备成干草药，这样呢它们就永远不会坏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全部由干草药制作的药剂是无法达到完美级别的。要制作完美级别的药剂，在投放的材料当中，至少要有一个是新鲜的草药才可以。除了草药以外呢，一些药剂配方或者是炼金配方还会需求木炭、野猪獠牙或者蜘蛛网这种比较奇怪的药引子这些材料呢，我推荐大家不要费那个劲去自己在野外找，直接和药剂师购买就好了。好，在了解了药剂的基本构成之后我们具体要怎么制作这个药剂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详细讲解一下药剂的配方书应该怎么看，哪些是关键信息，以及如何推导出炼药的操作流程。我们这里就拿金盏花药剂作为例子，在我们进入炼金台之后，用鼠标或者是右摇杆可以进行视角的转动，把准心转到右边对准书籍之后，就可以按照右下角的操作提示进行书籍阅读。这里顺带提一下，这个查阅书籍的操作，书籍翻到哪一页，以及后面翻转沙漏那些操作都和你能不能炼出药剂是没有关系的。本游戏的炼金系统呢，只考察你往锅里放了什么，把哪些材料煮了多久。即使你没有学会的配方只要操作正确，一样可以被制作出来，还能顺手解锁配方。好，我们回到配方书，在阅读的状态下，使用按键是可以左右翻动查看不同配方的。我们呢就翻到金盏花药剂这一页。其实我们需要的所有信息都在左侧书页下方的文字描述当中。右侧书页上的图画呢，虽然也可以完整的描述出配方的制备过程，但是我个人感觉它比较隐晦，不如左边的文字清晰。在这段文字中的第1行，我们就可以找到该配方所需求的基底、药材和各药材的数量。在这个配方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说要准备好水、1把钱麻和2把金盏花。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药剂的基底是水，需要的药材是1个钱麻和2个金盏花。我们按照这第1句话呢，就可以为本次炼金进行准备了。如果你此时背包中的药材足够，也可以根据右下角的按键提示长按按键，让系统自动把你需求的药材拿出来但是呢，现在游戏还有些 bug， 在自动准备材料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些药材显示不到右上角的药材架子上，所以呢，最好还是手动打开背包进行药材的选取。好，在第1行确定了药材成分之后，下面有罗马数字起头的很多行文字，就是在描述这个药剂的整个制备过程了。那下面呢，我们就不干念书了，先按照游戏开发者所期望的标准流程，一边看书一边给大家跑一遍这个流程。同时呢，在各个步骤我也会给大家一些很容易掌握的操作范式，让你能无脑炼出完美的药剂。这一套标准流程呢，相对而言速度会比较慢，但重点在于流程完美好掌握，还是很推荐各位新手先以这种方式去炼制药剂，熟悉了以后再根据本攻略后半段的进阶方法进行练习，更快速的炼制完美的药剂。
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呢，按照配方描述的第一行，把基底的水和药材准备上。在炼金台左上方的架子上放着所有的基底，通过把准星放在各个罐子上，就能看到它们分别是什么。同时呢，罐子上的符号，比如那些什么正三角、倒三角啊，中间画横线的那些，也是它们类别的标识符，会和配方书中的图片对应。我们这里呢要选取水，它在架子的最左边，我们指向它，按下确认键，亨利就会把它倒入到锅里去。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留意一下，在炼金的过程当中，任何时间呢都可以长按 R 键或者是手柄的 X 键重置整个流程的。在你不小心倒错了基底或者放错药材的时候可以进行执行。虽然说呢已经倒入锅的药材会被浪费掉，但是可以节省下你还没使用的药材，也算是及时止损了。好，在倒入基底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药材拿出来，按下 I 键或者手柄十字键的下键就可以打开背包。此时呢，背包当中只会显示出炼金台能使用的材料。我们按照刚才配方书上的需求，选上钱麻和金盏花。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被选中的药材左边会有一个小箭头图标。然后呢，请确保你选择的那一堆金盏花至少有2个，而且这一些材料当中至少有1个是新鲜的。在选择完毕之后，你就可以按下 X 键确认，也可以呢直接关闭这个界面，药材都会被放置到炼金台右上方的架子上，供你使用。这里额外再提一下，像什么蜘蛛网、木炭、硫磺这一类的特殊材料，它是不放在右上角的，而是会放在药材架子下方的位置。在有一些炼金台呢，这里是一本书，而有一些高级的呢，则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在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呢，实际的制备流程才刚刚要开始。我的建议是大家在还不熟悉流程的时候，最好每做一步就回配方看一下下一步该做什么，以确保不会出错。所以呢，我们先回到配方书，看一下这个第一步需要做什么。在罗马数字1后面的描述中，他说将钱麻加入锅中熬煮2轮。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把它上面提到的需要准备的1份钱麻这个1份放到锅里去，然后呢把锅放下去，在火上面煮沸，并且呢这个煮沸的时间是2轮也就是那个沙漏计时器漏完2次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要点需要提前跟大家说明一下了。一个呢是药材的抓取，本游戏的炼金系统中不存在说同一个药材需要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放入锅中的。他说要放的时候那就是全部需求的数量一起放入。比如说这个配方当中需求2个金盏花他说放入金盏花的时候呢，那就是要把2份全部的金盏花都一起放入。再一个呢是配方书当中说要抓多少把，那就是字面的意思。你实际操作的时候就是把准星指向那个药材，然后点击一次抓取那就是1把的量。说要2把呢，就是需要去药材那里抓1把，然后放入容器再把这个操作呢重新再做一次这就是2把。然后呢，在配方书的步骤描述中没有写着要你拉风箱的时候一律都不要拉风箱当它需求拉风箱熬煮的时候呢，对应的步骤中会明确写出来的最后呢是所谓熬煮1轮的时间，并不是从锅子被放下去到火焰上时就开始计时的，而是呢从它沸腾的时候开始计算，并且它这个轮数的时间要求并不很精确，这个容忍度呢也会随着你炼金等级的提高而增加。这些具体的数据会在后面的进阶概念解释中详细讨论，这里大家只需要记得我等会的操作规范就可以了。好，明确了这几点之后呢，我这里使用一个炼金等级还很低的亨利来实际操作一下，看看如何能完美达成这一制备步骤。首先是把钱麻放入锅中，注意一下这里的步骤描述并没有提到研磨这个关键词，所以呢是直接抓了药材往锅里放就行了，不需要先进行研磨。我们呢就先在右上的架子上找到钱麻然后抓取1份此时呢1份的钱麻就已经抓在手上了，直接转向大锅，把它丢入锅中。接下来将会是一个重点，我们需要把它熬煮2轮。我这里呢是强烈建议大家使用手柄来进行炼金的，因为使用手柄的时候拉动锅的位置是不需要准星对准大锅的，这个呢是非常有助于做时间控制的那我们回到操作上来，使用手柄呢是按下十字键的上键操作大锅但是注意，在大锅被拉下来的时候，
这个动画正在播着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直点击 RT 键，这样子呢，在放下锅的动画结束时，就会立刻去翻转沙漏。大家要记住这个操作啊，这对时间控制非常重要。如果你是使用键盘鼠标来玩呢，那就是点击 F 键来翻转沙漏。好，在沙漏翻转之后，就可以等待沙子漏下了。因为要熬煮2轮啊，所以我们在第一次沙子漏完以后，需要再翻转一次。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时间点去重新翻转沙漏呢？实际操作过沙漏的玩家都会知道啊，沙漏的翻转和锅内停止烧煮都不是在你按下按键的那一刻开始的那个伸手动画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我这里总结的最佳时间点是你看到沙漏中的沙子还剩1点没漏完的时候差不多刚好就是在这个程度的时候，按键去进行翻转或者起锅。整体的熬煮时间呢是刚好能满足配方要求的。这个制备步骤中的第一步我们就做完了。接下来回到书本看一看第2步，研磨金盏花后将其加入锅中。好，这里呢它没有说要研磨几份金盏花，但是根据我之前说的设定呢，这里其实就是要把所有金盏花都使用掉了，那就是上面第1行准备信息中所说的2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有研磨关键词，说明这个药材不是直接拿了放锅里就行的，而是需要进行研磨。那么呢，我们就先看向金盏花，拿取1份，把它放到下方的研磨钵里面去，再看向金盏花，拿取第2份，一样放入下方的研磨钵，然后呢，对着研磨钵进行操作，它就开始研磨了。我们等待亨利呢把它研磨好，然后把它放入锅中。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一个步骤中并没有说要熬煮，所以放入锅中之后就什么都不需要再做了，这一步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再次回到配方书，来到了最后一步。到这里其实你已经完成了药剂熬煮的所有步骤。最后一条则是告诉你该如何把药剂装进瓶子里。一共有2种装瓶方法直接倾倒和蒸馏。这个配方呢是要求我们倾倒。那么我们回到工作台，看向左边下方，要完成最后的步骤都需要从这个地方拿取一个瓶子，准心瞄准这个区域后呢，按下按键来拿起瓶子。然后当配方要求你倾倒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准心看向大锅，再长按按键给药剂装瓶。而当配方要求蒸馏的时候呢，就需要看向左下角这个蒸馏器，再长按进行蒸馏装瓶。在当前配方里面，我们需要的是直接倾倒，所以呢，看向大锅，长按进行倾倒，那么就完成了我们的药剂。我们可以看到最终药剂的品质是强效的，说明我们之前的操作都是完美无误的。在你炼金升到16级，激活了秘中之秘这个天赋以后呢，这里就会得到亨利级的药水。任何的药剂只要你跟我这里教的一样，每个步骤都按照要求去执行，烧煮时间按照我演示的时间节点去做操作，就可以保证一定能够炼出最高级的药剂。好，这就是标准的炼药流程了。下面呢，我就要开始上难度了呀，进入炼金师的学术领域。首先呢，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下游戏中完美炼药是怎么评判的，好帮助大家理解一下进阶炼药的逻辑。完美的药剂呢，会需要你使用的药材当中至少有一个是新鲜的，然后呢，投入药材的顺序、投入锅中的药材数量和药材有没有研磨这一些都必须符合配方。最后呢，是每种药材在锅中的烧煮时间也都得符合要求那么保证新鲜草药、控制药材的数量和有没有研磨这一些都是很容易做到的。唯一可能造成麻烦的呢，就是烧煮时间。所以我这里就重点讲一下烧煮的操作要点。首先呢，是多长时间算一轮呢？使用沙漏计时的话，沙子从上半部分完全漏到下半部分就是一轮，它的计时呢刚好是10秒钟。这个熬煮的计时是从锅里的药剂开始沸腾的时候计算的，并不是在锅挪下去的时候。在炼金的判定里面呢，并不要求你一轮的烧煮时间刚好卡在10秒。实际上亨利自带有着10%的误差率。同时呢，每一级的炼金等级可以额外再提供2%的误差时间。比如说吧，
我们在一开局默认的5级炼金等级下，一共就可以有10%加上2乘上5等于20%的误差时间。也就是说啊，需求烧煮1轮的草药，你烧煮在8到12秒之内都会被视为完美，2轮呢则是16到14秒，以此类推。而均衡之奥秘1和2这2个天赋啊，都不能延长烧煮时间的误差率，只有均衡之奥秘2可以豁免一次烧煮时长上的错误。然后呢，就是药材的烧煮时间计算，它是在这个药材被投入锅中之后，所有的烧煮都会被计入烧煮时间的。所以呢，它们的标准燃烧时长啊，可能与配方上所写出的就有所不同了。我这里呢，就拿旧式甘酒的配方来举例子，它的1份前麻需要先放入锅中煮2轮，然后呢，再放入研磨后的颠茄煮1轮。那么在煮颠茄的时候啊，前麻依然在锅里，它也会被再煮1轮。所以呢，这个配方中的前麻标准烧煮时长并不是2轮，而是3轮，也就是30秒的时间。再一个，这个误差率啊，也是可以作用在不需要烧煮的药材上的，它呢能提高这些药材能承受的最大烧煮时间，而它的计算基准呢是按照1轮的时间来算的。比如说呢，炼金17级的时候，容错率为17乘以2加上10等于44%。一个不需要烧煮的药材呢，此时就能够承受4.4秒的烧煮时长。这个呢，就是游戏机制中用来计算烧煮轮次的标准。从这里啊，就可以看出，游戏对于熬煮时间的容错率还是很高的。我之前给出的操作时间节点啊，都是很接近标准时长，所以呢，你按照这一些节点去操作，无论是快了一点还是慢了一点，都能够落在系统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好，在我们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呢，就可以对我们炼药的流程进行优化了。我优化的思路啊，就是尝试把等待熬煮的时间给利用起来。所以呢，就需要把炼金台上一些操作的动画时长都整理一下。我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第一，锅被移动到火焰上之后，需要2秒左右的时间，锅里才会沸腾。第二，去药架子上拿一把草药，并且放入研磨钵的时间差不多是在4秒钟。那么你抓2次就是8秒，可以被视为1轮。第三，拿起研磨钵，并且研磨的动画时长在9.5秒左右，差不多刚好1轮。第四，把研磨好的草药倒入锅中的动作是5秒左右，差不多半轮。其中呢，药材实际入锅的时间是在2秒，后续放回器具的时间在3秒左右。为什么要留意这个点呢？主要是因为啊，系统会在动画播到草药入锅的那个时间节点，真的把草药加到锅里面去，然后锅里的道具量就改变了。如果此时锅内是沸腾的呀，那么新倒入的草药也已经开始被记录熬煮时间了。这一点啊，在推算后倒入的草药一共需要熬煮几轮的时候是非常重要，是要记入的。第五，磨好草药之后不进行倒入，放回研磨钵的动画呢是在3秒左右。第六，把大锅从下方抬起的动画在2秒左右。好，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运用已知的信息，继续拿金盏花药剂的配方作为例子，对它的炼药流程进行优化了。我们先回到配方书看一下它的第一步，要求我们熬煮2轮前麻也就是说前麻需要被煮沸的时间要在15到22秒之内我这里呢先拿没有天赋加成的时间点来作为案例。我们再来看第二步，实际操作流程呢会需要做2次抓取草药并放置入研磨钵的动作，这个呢一共是8秒钟然后呢研磨的动画耗时是9秒半。这个时候我们看如果在刚挪下大锅后就赶紧操作去拿2次金盏花放进研磨钵，并且立刻研磨，在研磨完毕之后，锅里实际的烧煮时间呢就是8加上9，再减去2秒钟等待沸腾的时间，也就是15秒刚好满足烧煮2轮的下限因为这个配方中的金盏花不需要熬煮所以此时呢需要把研磨钵放下，消耗3秒钟时间，锅里的前麻被烧煮18秒然后再立刻把锅从火上抬起，消耗2秒钟，前麻的烧煮时间呢就刚好是20秒钟之后呢，只要我们把这个磨好的金盏花倒入锅中，并且倾倒就可以了。好，在确定了以上的策略之后呢，我们就来实际的操作一次。首先拿出金盏花和前麻，并且给锅里倒上水。
然后呢，抓一把前麻放入锅中。好，此时呢，如果你使用手柄，那就需要在把锅放下去之前，先把准心瞄准金盏花的袋子，然后再按下十字键的上键放下大锅。在动画快结束的时候啊，就要不停地点击 A 键，以保证动画一结束就立刻开始拿取草药。如果你使用的是键盘呢，那就在锅被放下去的过程当中赶紧转动视角，一直瞄准金盏花袋子，并且狂按一键。在抓取草药的动画开始之后呢，就立刻转动视角的下方，瞄准研磨钵。动画中摄像机的位置会有位移，所以呢，这个瞄准要稍微练习一下。好，我们进行2次拿取，然后立刻进行研磨。研磨的时候就持续点击放回的按键。此时呢，就可以开始不停的按键了，让动画一播完就立刻起锅。起锅之后就不需要再赶时间了。我们呢，重新拿起研磨钵，倒入金盏花，然后呢，从左边拿起一个药瓶，把药剂倒出。然后获得了强效的金盏花药剂。这一套流程是在你炼金等级比较低的时候使用的。在你炼金等级提高了以后，从17级开始，你就可以在研磨完金盏花后不把它放下，而是呢直接倒入锅中，然后立刻起锅。按照你此时的容错率呢，已经可以让金盏花承受这2个动作的烧煮时间了。好，这就是完美炼金的进阶方法当然如果你不追求药品的品质，只想要快速获得大量的药剂我这呢也有一套邪道炼金术那就是传说中的冷萃法。还是拿金盏花药剂举例你呢可以直接给锅中倒入水，然后放入一份前麻和一份金盏花，然后就什么其他操作都不用做了，直接拿瓶子装瓶。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收获2瓶弱效的药剂然后呢，在你炼金等级16级时点上秘中之秘的天赋这种方法就可以做出普通品质的药剂了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更加离谱的冷萃法也是用水做基底。然后呢，你需要加入一份小米草和一份鼠尾草，之后直接倒出。这样子呢，会使用一个 bug 配方，做出亨利级也就是最高品质的旧式干酒这个就是冷萃法。这种方法呢，虽然说简单快速但是我个人是不推荐的为什么呢？首先说一下这个冷萃旧式干酒，它虽然是亨利级的，但制作出来之后就会在我们的配方书当中永久加入一个 bug 配方，它呢没有配图所有的文字还都是错乱的，这就让我这种强迫症患者非常难受而且旧式干酒的配方本身也不是很困难嘛，没有必要整这么个东西出来让自己不舒服这个时候有些玩家可能就要问了那冷萃法速度这么快，我拿来炼级不是很好吗？其实关于这一方面我还专门做过测试。还是拿金盏花药剂来举例子用冷萃法做出一次药剂呢，大概需要30秒的时间，用我的进阶流程做一次呢，需要60秒这还是在低级的情况下，如果炼金17级以上呢就只需要53秒了。但是冷萃法一次的经验呢，只有完美制作的一半，也就是说呢，即使是在游戏的初期使用冷萃法制作药剂来获得经验，在时间上的效率和进阶流程是一样的但同样经验获取下呢，冷萃法需要消耗更多的草药，也就是说使用冷萃法你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采药，并且呢，冷萃法做出的药剂品质上总是会比完美流程低2个等级。同样的时间内，数量上在没有天赋加成时和完美流程呢为4比3
有2个物质奥秘加成下呢，能达到10:6，但是单个药剂的效果就会差的比较多了这里呢还是拿金盏花做比较，弱效的药剂呢1分钟恢复15点血，强效的是1分钟40点，这个差距就在2倍以上了。而普通级别的和亨利级别之间呢，更是25:60这么大的差距。所以就实用程度来说呢，冷萃是毫无优势的除了像夜莺药剂这种可能有这种短时间需求会去专门做弱效的药剂来满足，其他的药剂呢还是品质越高越好的所以冷萃这个呢，我只是做一个介绍，总体上是不推荐大家这样玩炼金的。好，那么关于炼金的游戏机制到这里呢就算是介绍完了。最后呢，再给大家讲一讲炼金相关的天赋。炼金里面的天赋呢，只有2对是互相冲突，只能2选1的，那就是均衡之奥秘的1、2和物质奥秘的1、2。你选择了均衡之奥秘1，就不能学物质奥秘1了，反之亦然。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呢，比如说，如果你选择了均衡之奥秘1，虽然说物质奥秘1不能学习了，但物质奥秘2依然是可以学习的。这4个天赋1和2的2对是分别互为2选1的，等级之间呢是没有联系的，也就是说不会说2级的天赋需求你学了1级才能学这种情况它就不会发生了。所以呢，你是完全可以搭配均衡之奥秘1加上物质奥秘2的或者是反过来。但话虽如此我这里还是不推荐大家去学习均衡之奥秘，只学习物质奥秘的1和2，因为增加药水的产量才是真正的节省时间炼金系统原本的判定呢已经很宽容了，按照我的教程来制作药水也基本是无脑就能做出完美的药剂。至于其他的天赋呢，在你炼金满级的时候都是可以学全的，所以呢就只有一个先学谁后学谁的问题。我这里呢也是给出自己的一个推荐，那就是6级的时候先学爱好者，8级的时候物质奥秘，10级的时候就要看你的风格了如果你是近战风，那就学习子物增加点血量，如果你是玩弓的呢，就学毒药专家，这样可以让你的毒多吐几支箭。12级的时候呢，学黑魔法学徒，然后呢你就可以每次都在午夜的时候去炼金。14级物质奥秘2，16级秘中之秘这个几个比较重要的，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意发挥了。好，以上呢就是我关于炼金系统的全部解析，后面呢还会有2期炼金相关的视频，一个是把每一个配方的标准流程、进阶流程以及冷萃流程都演示出来，方便大家查阅；另一个呢是给大家列出所有草药最方便的采集或者购买地点。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精彩内容请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提醒。那么呢，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